错，一封私人的信，却像一把钥匙，能打开一位艺术巨匠看他那个时代的大门。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跟你一起挖掘的。就算你对中文或书法不是那么熟，其实光看那个线条的流动，那个力量感，本身就很有看头。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主角赵孟俯，他是元代非常重要的书画大家，而且他的身世也蛮特别的，他是宋朝皇室的后代，但后来却选择在元朝做官，官还做得不小。对，这个选择确实让后世对他有些议论了。不过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个，今天主要是专注在这封信本身，看他展现了多惊人的艺术成就。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跟你一起理解，为什么这封短短的信会被看作是艺术珍宝？它里面藏着赵孟俯艺术世界的哪些秘密呢？好的，那我们就从这封信是怎么来的开始说起好了。想象一下，大概是赵孟俯40几岁的时候，差不多1295年，他在当时的首都，也就是大都，逛字画市场。突然间他看到了一件不得了的东西。哦，是什么？是唐代名家虞世南整卧帖的真迹。真迹，哇！对，那种兴奋感，你想想看，他马上就提笔写信要告诉他一个好朋友，也是当时另一位书法大家鲜于书。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元代很有名的一位书画大家赵孟俯。对，特别是来看他一件很精彩的行书作品《论整卧帖》。我们手边这些资料啊，其实分析了这件作品，它不只是一封信这么简单。没错，它更像是一个时代还有艺术家他内心世界的一个缩影，一个快照。是啊，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啊，就是要从这封看起来好像蛮日常的信里面，挖出赵孟俯他的艺术高度啦，他那个时代的感觉，还有就是书法这种艺术，就算我们不懂也能感受到的魅力。好啊，那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赵孟俯这个人。他是1254年出生，1322年过世。您可能知道他是宋朝皇室的后代。哦，这个背景很特别。对，但南宋灭亡之后，他选择出来在元朝做官。这点我知道，好像一直很有争议哦。是啊，不管在当时还是后来，很多人对他这个选择，有一些关于他人品的讨论，甚至有些评论会觉得他的书法因为这样就变得妩媚，但好像少了点骨气，有点俗。哦，这个有意思。不过这种批评是针对他做官这件事，还是真的觉得他书法风格不好啊？这个嘛，其实两方面可能都有点关系。因为我看资料说，就算有这些批评，他的艺术成就还是非常非常高，所谓名满四海。没错没错，影响力维持了好几百年。而且他不是只会书法，他是诗、书、画、印，样样都行，是个全才啊。对，全才。他那个赵体楷书还跟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列是楷书4大家之一耶。对，这就带到他的核心艺术理念了，就是复古。复古，回到过去吗？但不是你想的那种单纯模仿哦。他的意思是借古以开今。借古以开今。对，他特别推崇晋朝、唐朝的书法，尤其是王羲之的风格。他一直强调用笔千古不易，就是说那个用笔的方法是根本，是永恒的。他希望用这个为当时风格有点乱的元代书坛，重新建立一个标准，一个法度，是这个意思吗？对对对，一个法度。他还提出一个影响很深的理论，叫做书画同源。哦，这个我听过，就是写字跟画画根本上是相通的。是的，尤其在用笔的方法上。所以你看哦，这里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他在背负着那种国破家亡的复杂心情下，是怎么透过回头看传统，反而开创出自己的艺术道路，而且还这么成功。虽然是随笔信札，可是处处都是功力。你看他的笔法非常流畅，圆润里面又很有力道，那个遒劲的感觉。很多字的开头跟结尾都用了藏锋护尾的技巧。藏锋护尾，然后转折的地方呢，有时候方，有时候圆，方圆并用。这里面既有王羲之那种灵动的韵味，又结合了唐代楷书结构上的那种严谨。听您这样讲，好像真的能感觉到那种既有规矩又很潇洒的感觉。那字本身的样子呢？结构看起来怎么样？结构很精致，也很平衡，就是我们常说的骨肉庭云。骨肉庭云，对，就是笔画的力量感骨跟字形本身的形态肉搭配的刚刚好，所以看起来既有法度，但又不死板，很洒脱。我懂了。所以整篇信看下来，虽然字的大小啊、粗细啊可能会有点变化，那很自然，写信嘛，随心所欲。对，但整个气是连贯的，对不对？正是，这就是所谓的形气贯通。而且整个版面的安排也是有疏有密，高低错落，这叫疏密有致。所以整体感觉非常和谐自然。是啊，
这种感觉好像不只是技巧厉害，也流露出他跟鲜鱼叔那种好朋友找到宝贝赶快分享的喜悦跟情谊。一点也没错，这封信就证明了，顶尖的艺术有时候，就藏在这种日常的朋友间的笔墨往来里。所以总结来说，赵孟頫的赵体为什么影响这么大？主要因为他的字优美流畅，结构又很清晰，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学，所以在14世纪很快就变成主流风格了。甚至影响到后来的印刷字体。没错，它的影响很深远。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他的成功在于他很敏锐地抓住了那个时代大家想要重建文化秩序的一种需求。然后他用他超高的艺术天分和技巧回应了这种需求，所以最后他的艺术价值就超越了那些针对他个人选择的政治或道德评判。了解了。那么这一切对正在收听的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件论整卧帖好像在提醒我们，即使是一封很短的信，里面也可以装揽了历史的讯息、厉害的艺术技巧，还有很真诚的个人情感。在我们现在这个凡事都强求快、强求效率的时代，也许偶尔慢下来，看看像书法这样的古典艺术，能帮我们找到一种心理的平静，一种连结，去感受那种跨越时间的韵律跟心境。对，最后这其实也引出一个蛮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你看，赵孟頫是透过复古，也就是回头去学习古代的精华原则，来为他自己的时代开创新的局面。那么在您的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来自过去的但历久弥新的永恒原则，可以拿来借鉴，帮助我们应对现在的挑战，甚至开创出一些新的东西？看看像论整卧帖这样的古典艺术，感受一下古人笔尖的温度啊、心情啊，也许能为你带来一点点平静跟思考。是一种跟历史对话的方式。没错，这也不禁让人想到啊，那我们自己在日常沟通里面，不管是偶尔写几个字，还是现在大量的数位讯息，像打字、传讯息这些，对啊，会不会也在不知不觉中留下了一些有特殊意义，甚至可能有潜在美感的印记呢？这个问题很有趣，值得想一想。是啊，非常感谢您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宝贵的资料和见解，希望这次对赵孟頫论整卧帖的探讨，为您带来了新的体味跟启发。不会。如果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任何想法，或是想分享您跟书法的任何连结，都非常欢迎随时跟我们交流。期待下次再会。